江澄见到他狂喜带怒，两掌拍在他肩上笑骂道：臭小子，这3个月你跑哪里去了？魏无羡被他拍得一愣，半晌回神，张了张嘴，哈哈，一言难尽，一言难尽。真的是一言难尽。他生剖金丹痛到半死不活，重伤不得好好休息，便又被温狗寻到，丢进乱葬岗，在那怨气冲天的尸山上，怀着怨恨与不甘修了鬼道，变成如今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其中滋味根本不是几句话能明了的，更何况他也不想明了。他和江澄插科打诨，那人却主动发难：魏婴，沿途杀瘟是门生的，是不是你？你是用什么方法操控这些阴煞之物的？蓝忘机步步紧逼，难得一见强硬的咄咄逼人，所有的质问到最后变成了一句话：跟我回姑苏。魏无羡睁开了眼，身旁那人还睡着，标准的蓝氏睡姿在月华中虔诚无比，一只手臂却任由自己抱着。入睡前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他只不过受够了乱葬岗上毫无人气的夜晚，借着脚上的伤脱皮耍赖，不肯放蓝忘机去隔间，这人便真的应下他这般无理的要求，小心将他挪到里侧后，活依在外侧躺下。魏无羡想起方才的梦，不受控制的去想，如果自己那时没有浑身带刺恶意揣测，真的跟蓝忘机回了姑苏，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？可他已经没办法回头了。走到这一步，是造化弄人，也是他桀骜自负，不得不去偿还的业债。至少这一次。魏无羡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吐出，放轻了动作，又往蓝忘机那边挪了挪，待鼻息间盈满檀香后，才安心闭上眼。这一次，他不会再步步错下去。满是清浅银白月光，谁人为眠哀轻叹。蓝家的药好用得很，蓝忘机卯时醒来后，又轻手轻脚给他换了一次药。待40魏无羡爬起来，发觉脚上的血痕已结了痂，再拖下去，温情只怕会更可怕。两人用过饭后，便往乱葬岗上而去。才到山脚，远远便见着温宁站在一处石台上等着。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温宁立马迎了上来，看到一旁的白衣仙君后，又怯怯地退了几步，埋下头低声喊：韩光君。魏无羡拍了拍他的肩，眉眼弯弯看向蓝忘机：韩光君，既然都到这里了，不如上去坐坐。说起来，即使路上没有碰到蓝忘机，他原先也是打算去一封书信找他来的。时间紧迫，他要防着金子勋那个白痴，要安顿温情这一只老弱病残，还要毁掉阴虎符，找人帮忙是必不可少的。江澄对所有温家人都深恶痛绝，要他帮忙肯定不乐意。金光善狼子野心，早对他手里的东西觊觎已久，不可相信。聂明觉刚正不阿，又一向看不惯自己所作所为。这般算下来，清风正派的姑苏蓝氏变成了不二之选。即使魏无羡因为蓝忘机在不夜天对他拔刀相向心生芥蒂，他也知道自己必须要做这个决定。不过现在他倒是乐意得很。蓝忘机顿了顿，似是没想到魏无羡会主动开这个口，微一颔首应了下来。魏无羡脸上笑意更甚，抬手往他肩上一搭，带着人便往山上去。一路上，魏无羡这里指指那里点点，叽叽喳喳说个没停。蓝忘机安静听着，虽一句不答，神色却是毫无敷衍的认真。魏无羡喜滋滋地想，真是奇怪，蓝湛这小古板明明一句话也没说，怎地就这么令人开心？羡哥哥，有钱哥哥！呼的一声沾着奶气的稚嫩叫唤，魏无羡腿上一沉，挂住了一个小团子。团子这一扑，恰好挂上了那条伤腿。魏无羡疼得眼前一黑，又不敢出声，暗自咬住下唇，扬起一个扭曲的笑容，伸手要将阿苑抱起。蓝忘机眉头微蹙，先他一步将阿苑捞上臂弯，另一只手扶上他的肩，稳住他的身形，随后不容置喙地抓住他的手向前走去。温情就要破口而出的一通狠骂在舌尖打了个转，被迫吞下了肚。蓝二公子，魏无羡乐了，原本挣扎的动作瞬间停了下来，
反而主动抱紧了蓝忘机的手臂，得了一块免死金牌一般得意地朝温情眨了眨眼。蓝忘机身形一僵，到底是没舍得推开他。魏无羡笑得更欢了。温情啊，我那找韩光俊有点事，请他上来做几天客，这段时间就不要打扰我们了。意思就是不要再端着苦哈哈黑麻麻的药来打扰他。温情皱了皱眉，随即抱着手冷笑道：你这乱葬岗上又脏又乱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还请人家做客。魏无羡被噎了一下，有些尴尬的搔了搔头发，还想辩解几句，终究没能开口。蓝忘机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无妨。这下轮到温情被噎了。他顿了顿，眯起眼仔细打量眼前的人。蓝忘机一袭飘飘白衣卓然而立，手里抱着个可可爱爱的奶团子。魏无羡黑色玄衣站在一旁，竟诡异的没有一丝突兀，抱着他的手臂，笑意飞扬，倒是生出一种荒唐的和谐感，就像是一家三口。温情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他想要更仔细地看出点什么来推翻自己荒谬的念头，却是越看越不能看，越想越不能想，最后干脆闭过眼去。魏无羡倒是没察觉出他此刻心头的波涛骇浪，心下正喜滋滋回味着那句无妨，揣摩来揣摩去，竟听出几分维护之感，更是笑得见牙不见眼。魏无羡乐呵呵地招呼温婆婆过来抱走阿苑。阿苑乖，羡哥哥和有钱哥哥有话说，待会儿再陪你玩啊。他脸上的笑意在发觉伏魔洞的一地狼藉后有一瞬间的凝固。魏无羡本就不是讲究的人，东西乱堆乱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可这会儿见着风光霁月的蓝忘机不知所措无处落脚的模样，破天荒生出几分无地自容的尴尬。你……蓝忘机说不下去了，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上乱葬岗光顾他这乱糟糟的伏魔洞了，可一想到这人平日就住在这种地方，吃不好睡不暖，蓝忘机就不由得心头发紧。温情那句话到底是被他听进心里了，明明从前是那样肆意张扬风光无二的世家公子，如今却落得这般田地。他想带他走，却无力地明白他根本不愿。魏无羡自是以为一向喜洁的蓝忘机正在嫌弃他，碍于修养又不好开口，摸了摸鼻子打着哈哈。哈哈，那什么，蓝湛，我其实平日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段时间忙着做礼物，没来得及收拾。话出口，他就讪讪闭了嘴。上回蓝忘机来的时候，明明也是这般乱。蓝忘机将他的小心翼翼收入眼底，轻叹一声道：无事。顿了顿，又问：你宿在何处？魏无羡指了指石床，上头仅有一床薄毯。蓝忘机瞬间蹙了眉头，洞穴空旷，本就阴冷潮湿，乱葬岗上怨气极重，更是寒凉，只一床薄毯如何能睡好？魏婴，我下山一趟，有事等我回来相商。蓝忘机心下有了决断，抬脚便走。魏无羡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连人影都瞧不见了。他莫名其妙地追出洞门，却被温情堵住了去路，不由得嘴角一抽。怎么了，晴姐？你不会看蓝湛走了就要灌我药吧？温情看了看蓝忘机离去的方向，随即转过头皱着眉看他。你告诉我，你这一副心肺衰竭的模样是怎么回事？蓝忘机回来的时候，扛着几个巨大无比的包，包里装着厚实柔软的褥子和棉被。他招来四叔他们一人一条发下去，顺道将他们住的小屋修整了一番。魏无羡就站在一旁傻不愣登看着，直到蓝忘机拿着一床被褥走到他面前才回过神。蓝湛，你这是……魏无羡瞪着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他。蓝忘机淡淡道：怨气阴冷，夜里寒凉。他手里抱着的这条显然与其他人的不同，大片的暗红下绣着金色的九瓣莲，抱着也格外轻便柔软。魏无羡呆立在原地，看着蓝忘机忙内忙外收拾床铺整理事务，如同身处梦境一般的不真实。魏无羡盯着那床火红如同喜被的被褥，想到像是大婚后自家贤惠的道侣正在勤勤恳恳地收整内务。下一秒他就被自己这个危险的想法惊悚到了。最可怕的是蓝忘机见他一动不动站在那里，
似想起什么一般，从另一个包里掏出一份桃花酥，递到他跟前，柔声道：“等下开饭，先垫肚。”魏无羡简直要自戳双目，怀疑人生了。堂堂夷陵老祖岂非常人，在确定蓝忘机并不是被夺舍之后，迅速接受了他这般贤妻良母的设定，鼓着腮帮子，塞着满口桃酥，蹲在一旁悠哉悠哉的欣赏。